昨夜雨疏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却道，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与非红袖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却道，海棠依旧。九寨沟徒步的第二天，昨晚住在了树正寨的朋友家。这里的藏族朋友生活的都非常不错。早上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早餐。这是九寨沟的清晨，今天的天气变得多云，早上雾蒙蒙的，开始了第二天徒步。8点多钟，从树正寨一直往诺日朗瀑布走。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游客到达这里。非常喜欢这种徒步的感觉，除了溪水的声音，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这条路大概有5公里左右。边走边欣赏。路边的老虎海、犀牛海也非常的漂亮。今年九寨沟的雨水很多，日照不充分，所以一路上红叶并不是特别的多。这是犀牛海，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了。前面听到了瀑布的声音。这就是九寨沟最大的瀑布——诺日朗瀑布。这个时间点，瀑布上的人并不是特别多，所以又避开了人流。我几乎游览过世界所有著名的瀑布。九寨沟的瀑布规模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还是挺漂亮的，在国内也是排得上号的。我不太会拍瀑布，不过从拍摄的效果来看，也还不错吧。瀑布下有几株非常醒目的红叶树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准备徒步另一条沟，先坐景霄车，一站到达五花海，然后从五花海一路往下徒步。看看，
这是五花海的水。今天没有计划在五花海停留，但是看到眼前这么漂亮的景色，还是想多停留一会儿。一起欣赏下。五花海的水清澈见底，眼前的景色实在太漂亮了。现在我们到达了珍珠滩瀑布。这里是拍《西游记》片尾曲的那个场景的取景地。从五河海一直往下徒步，整个距离并不长，所以都是往下的栈道，并不累。很快，前面就到达了镜湖。顾名思义，镜湖就是湖水像镜子一样平静。这里也能看到一些秋色。通常下午的时间点，很多景点游客都非常少了，所以就可以慢慢的欣赏，好好的拍照。湖边仅有的一株红叶树，离开了镜湖，继续徒步。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，路上可以看到红叶，如果坐景交车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现在又回到了老虎海，远处的树影婆娑，像不像老虎的斑纹？这是树正群海这边的景色。今天一共徒步了3万步，虽然辛苦，但是饱了眼福。很多人想问我徒步九寨沟的一些攻略，欢迎大家留言。明天将是九寨沟徒步的第3天，请持续欣赏九寨沟的美景。最渴望却故人诗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。说着爱，怕人笑，害怕人看清。春又来，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。烟花拥着风流，真情不在。
昨天的九寨沟长海下了大雪，视频发布后，很多网友说，那秋色还有吗？当然有，这次来九寨沟就是赏秋的。长海是九寨沟海拔最高的地方，所以那里下大雪。但是景交车往下开到五花海，这里就变成了下小雨。看，现在来到了五花海，很多人打着伞。九寨沟有3条沟，长海那边是海拔最高、距离最远的一条沟。而五花海在九寨沟的另一条沟。因为前年地震的缘故，这条沟很多景观被破坏，尤其五花海以上的景区到现在都没有修复。好在最美的五花海现在对我们开放，看看，这就是五花海。虽然下着小雨，但是五花海的美景仍然让人惊艳。有人说九寨归来不看水，看看这五花海的水。看看这水碧绿碧绿的，映着彩莲，分外美丽。徜徉在这山水之间，简直美醉了。在我个人心中，九寨的美景绝对是在全国景区排名前3的。很多人奇怪，在别人的视频中，九寨沟都是人山人海的，为什么我拍的这么幽静？首先，因为我不喜欢人山人海，我喜欢静静地欣赏美景，所以我也会做功课，避开人流。就像上周，我成功地在额济纳避开了8万游客，而这次在九寨，我也是做足了功课。何况我在九寨并不是1日游，我要在这里玩3天，所以完全有机会去享受清静的世界。
现在是下午3点，五花海这里游客已经非常少了。一起静静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吧。